萨博的来电有什么目的？十字公会未来会如何行动？大家好，我是 Draven。随着合作国篇完结，海贼王剧情来到了篇章之间的过渡部分，许多期待已久的内容和故事也终于揭晓。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相当有趣的一话。1058话看点之一就是交代了十字公会成立的经过。这种离谱又合理的剧情，大概也只有巴基这样的角色能够做到。在之前1056话的分析里，我们曾经聊到这个组织的内部关系，以及巴基光环的影响力和老沙鹰眼的目的。结果真正的剧情比我们想的还有趣。目前这3个核心成员个个身怀绝技。首先是表面上成为了会长，背地里比仆人还惨的巴基。尾田增加了一个新的线索，他曾经用人情向老沙借了一大笔钱，这笔钱也许是用来创建巴基速递的启动资金，也许是单纯被巴基拿来挥霍。总之结果就是巴基成为了一个老赖。这层借贷关系让2个原本天差地别的角色联系了起来，也隐藏了另一个剧情。2年前，巴基虽然早就拿到了约翰船长的藏宝图，但是并没有得到这笔宝藏，原因暂时不得而知。在推进程篇里，特地安排了这出特写，相信不会是没有意义的，算是继续保留了悬念。现在从结果来看，巴基这个会长的位置已经坐实，未来他的影响力还会随着十字公会继续提高，离海贼王越来越近了。接着是名义上为大干部，实际上为皇父的克罗克达尔。老沙是海贼王中最具魅力的反派角色之一，从他能组建一个庞大的犯罪组织巴洛克工作社，以及本作中最早以古拉兵器为目标的强者之一，他的段位相当高。可惜由于出场太早，吃了大亏，一直以来被低估了实力。当年在剧场版《狂热行动》的特点里，官方设定老沙曾与巴雷特交手，不分胜负。这次的新悬赏金19亿6500万贝利，算是重新审视了这个角色的地位。野战战争结束后，克洛克达尔就带着达斯波尼斯重新进入了新世界。虽然他的镜头非常少，但是几处背景变化能明显看出，他很快又发展出了一个组织。所以海军在对他的评语里特别提到了卓越的领导力。这样的一个野心家，碰上了七武海特权被废除这种混乱的时代，自然就有了扩大势力的计划。从漫画里他和鹰眼的对话来看，2人之所以能够达成共识，主要有3个原因。鹰眼想要过平稳的生活，鹰眼曾经是海军猎人，对海军有着很高的威胁，以及他们都不信任他人。前面2点应该也是鹰眼能够成为七武海的原因。一直以来他与世无争的行事风格被不少海迷调侃为摆烂，确实也是所有顶级强者里最没有争斗欲望的一人。七武海的名号对他来说就像是卡普一直保留的中将军衔，只是为了方便行动。现在这个特权没了，他也需要一个新的，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可以容忍巴基成为表面上的会长，因为这就是鹰眼想要的结果。至于最后一个原因，不信任他人，也就意味着能够加入十字公会的家伙都是抱着各自的利益而来，大家只是为了在这里获得什么，所以也不需要有什么信任基础。这样那些看似毫不相关甚至有点敌对的家伙都有可能在公会里找到一席之地。因此十字公会这样的松散组织完全有可能继续吸引其他角色加入。老沙邀请鹰眼的首要动机就是因为七武海特权消失，而跟鹰眼有着同样遭遇的人还有汉库克、白二世。十字公会如果能够像提供七武海一样的保护效果，就能够吸引汉库克加入，而白二世的行动完全取决于 Miss 巴金，而他老人家的目标是图财。无论是老沙发起的狩猎海军的行动，还是巴基手中握有的约翰船长藏宝图，都是不错的发财良机。巴金很可能是洛克斯海贼团船员之一，与约翰船长是伙伴，自然知道这份宝藏的分量。而更早之前被除名的莫利亚，由于阿布萨罗姆被黑屋子海贼团干掉，双方交恶。如果他没有屈服于黑屋子，而是想找机会复仇的话，那么目前的4皇团中，也就只有十字公会能给他这个机会了。而佩罗娜就是能够成为莫利亚与鹰眼之间沟通的关键中介。相信在之后的剧情里，十字公会还会有更多的七武海加入。最后来聊聊鹰眼，这一次海军不仅给他开出了高于4皇的悬赏金，也给他与红发的剑技之争下了个定论，坐实了世界第一剑豪的名号。虽然香克斯拥有最强的霸王色霸气，但在剑术上还是鹰眼更高一筹。2人之前经常决斗，也从侧面说明了鹰眼的霸气水平不俗。虽然他一直没有展露过霸王色，但这是成为顶级剑豪不可或缺的力量。35亿9千万贝里的悬赏金，也代表着所有剑士的天花板，可理解为未来索隆需要突破的金额。鹰眼和索隆未必终有一战，如果索隆能够做到鹰眼做不到的成就，这也是一种超越。总结一下，十字公会目前的3个成员中，巴基是名誉会长，老沙是幕后操盘，鹰眼是战力担当，3个人的特长加在一起，真铁臂海贼团，也难怪一下子就达到了4皇的级别。接下来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十字公会不断与地下世界合作狩猎海军，很快这个组织将会吸引到更多的怪物加入。而作为第一个公然向海军发起挑战的组织，他们也必定成为赤犬的眼中钉之一。这个矛盾激发后，就会成为最终章世界大战的另一条战线，代表着海贼势力与海军势力的乱战。1058话原本是过渡剧情，因为末尾萨博的出现，再次把悬念拉满。自1054话炎帝，我们得知萨博和圣地事件的部分真相后，他和军队长们的安危也终于确认了。而在这一话，革命军的行动又透露一个细节：萨博和军队长们分开行动了。萨博没有和大家一起回到人妖王国，但大雄回来了。这就意味着，当时萨博小队与2名大将在众神之地交手后，又选择了分开行动。军队长们负责救出大雄，并带他离开圣地，而萨博又去执行了另外一个任务。寇布拉就是在这之后出事。
回顾一下当时黑马说的，革命军小队引发骚乱是在科布拉出事的几小时前，二者时间吻合，而军队长们都很相信萨博，这就说明他们制定的行动计划里并没有刺杀科布拉这个目标。萨博真正要去做的那件事，应该和科布拉没有关系。早在漫画904话，萨博和龙就计划在此次的世界会议上对天龙人正式宣战。宣战有很多形式，例如当年在四化岛草帽一伙烧毁旗帜就是一种方式。这一次萨博等人也选择了破坏天龙人之体，但问题来了，革命军一向是与天龙人作对，他们在世界各地发起叛乱，早就已经开战，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跑到世界会议的会场上演这样的戏码？只有一种解释，龙和萨博所说的宣战有着更加实质性的作用，并且世界会议是能够帮助他们实现目标的重要时机。从结果来看，他们率先在众神之地发起的行动更像是调虎离山，故意对天龙人居住地出手，吸引来大部分海军战力。等到2名大将都从盘古城来到众神之地，盘古城的守备也变得空虚了。双方交手一阵后，军队长们设法离开战场，去解救被查尔罗斯圣带走的大雄，并意外得到了波尼的协助。而萨博则是趁机回到了盘古城中执行任务。盘古城不仅是伊姆和五老星所在的地方，其地下还深藏着众多秘密。多弗朗明哥口中所说的能够撼动世界实权的天龙人国宝，就藏在某个地方。也就在巨大草帽出现的那一话，尾田特地给了位于推进城第6层的多弗朗明哥一个镜头特写，并再次提到了国宝。从伊姆之后的行动来看，显然是察觉到了威胁天龙人统治的因素。无论是再次出现的草帽，还是得知了国宝秘密的多弗朗明哥，都进入了抹杀清单。那么，如果伊姆和天龙人这么在意国宝，是不是意味着失去它，天龙人就会彻底失去权力呢？天龙人之所以可以掌控世界，除了海军以外，这份国宝才是真正的核心。如果不能够把它破坏或者夺走，革命军就无法真正击败天龙人。这也许才是萨博小队前无圣地的最主要目标。不仅是口头上的宣战，更要破坏天龙人仰仗的力量，让他们再也无法阻止世界的变革。一旦天龙人失去了实权，就能极大鼓舞整个世界反叛的火种。而世界会议让原本守备森严的盘古城突然来了一批外人。萨博当时就是混在哥亚王国的卫队中潜入，利用这次会议的掩护，萨博有更多的机会去探查盘古城的秘密。从众神之地的骚乱发生到库布拉遇刺的这几小时间，萨博很有可能潜入了盘古城的深处。我们在之前的1054话分析里，曾经认为微微失踪事件与萨博无关，理由是萨博没有在场的依据。在增加了1058话的新线索后，萨博如果真的回到了盘古城内，那他很有可能会察觉到五老星以及 CB 杀手们的行动，并在关键时刻救走微微。而这一幕被瓦波尔撞见，五老星为了掩盖杀害国王的罪行，将黑锅扣在了萨博头上，而萨博为了救微微，在现场留下了痕迹，恰好成为了罪证。现在知道真相的也就只剩下萨博、微微和瓦博尔3人。而之前停靠在红港的阿拉巴斯坦王国船只，也许就是一个伏笔。萨博救走微微后，就能够借助这艘船离开圣地。现在再回过头来看1058话末尾，萨博的突然来电，海军在第一时间就监听到了卡马巴卡王国，这说明了2件事。第一件事，海军已经知道革命军总部搬到了这里，并且一直在严密监控。第二件事，萨博并没有使用带加密的电话虫。要知道，革命军一直非常注重保密，之前龙使用的电话虫旁边都跟着一只白电话虫，用来防止被窃听。这次萨博直接打明牌，不会是疏忽大意，更有可能就是故意被海军窃听。在他把发生在圣地的种种事件的真相告诉给克尔拉以及其他同伴时，海军同时也记录下了这些真相。赤犬、黄猿、黑马等等高层也很快就会知道五老星这些黑暗的手段，加剧海军与世界政府之间原本就紧张的关系。不要忘了，波里在百兽海集团的德雷克还发现了 CP 与合之国的军火交易，种种因素正在叠加成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最终走向决裂。再来说被成功救回来的大雄，虽然已经换回了原来的衣服，但他手中那本书不见了，讲话的语气也变得像机器人一样，并且有着很深的奴隶印记。大雄已经被彻底改造，失去了自我意识，只会对主人言听计从。他在被天龙人奴役的这段时间里，应该看到了不少众神之地的秘密，也包括了这次的圣地骚乱事件。龙也许想从他口中得知某些线索，而作为和平主义者的原型机，大雄的机械身体里也许一直藏着某种装置，能够跟踪其行动，所以海军才能知道革命军正处于卡马巴卡王国。有趣的是，海军并没有像上次摧毁巴鲁迪哥那样大举进攻人妖王国，也许还是因为海军现在的兵力严重不足。而军队长中的林德伯格也是一名发明家，接下来他有可能对大雄的身体再次进行改造，帮助他恢复意识。毕竟早在漫画593话，龙就对大雄自愿接受政府改造这件事表现得非常淡定，似乎他早就知道熊会这么做。如果这一切都是龙的计划，那么大雄被改造这件事就是为了进入贝加庞克实验室的核心，从而获得和平主义者的技术秘密，最终目的是将这些强大的人间兵器变成真正维护世界和平的守卫。无论如何，革命军一定不会缺席这最后的大战。期待已久的草帽一伙新悬赏终于在1058话公布了。这段剧情有不少笑点，不管是娜美爆发的爆黄色，还是弗兰奇的吐槽，亦或者是索隆和山治的相爱相杀，都非常有趣，应该是大家喜闻乐见的草帽团日常了。顺便说一下，娜美的爆黄色只是种夸张的说法，就像以前娜美抱着路飞时一样，不需要过度解读。但是这次公布的悬赏金额引发了一些争议，
索隆悬赏金稳坐2号位，并且就在29号凌晨，海贼王官方还修正了索隆的悬赏金额，从11亿1100贝利改成了11亿1100万贝利，并没有改变排名。不过对乔巴影响很大，这下他连索隆的零头都没了。索隆在这次战斗中有许多惊艳的表现，卡桑凯多击败进，展现了霸王色霸气。作为长矛团2把手，实至名归。11.11的数字也是索隆的生日，11月11日。当然，这不会是索隆最终的悬赏金，他和鹰眼还有超过20亿的差距。盛平一口气从4亿3800万贝利涨到了11亿贝利，和老沙有点相似，都作为老牌七武海实力的补涨。在鬼岛决战中，盛平轻松击败了福之福。剑之虎的悬赏金是5亿4600万贝利，单从金额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威胁性很高的人物。然而福之福身上隐藏着部分橡胶果实和尼卡传说的秘密，这些秘密现在被盛平知道了。也许正是因为此，世界政府认为盛平的威胁性也提高了，盛平也成为了长矛团中目前唯一知道尼卡传说的人。下一次他看到路飞使用武挡的时候，也许会把二者联系起来。三智这次的悬赏金10亿3200万贝利，同样用到了生日梗。三智的生日为3月2日，虽说总悬赏金比盛平低了一点，但三智涨幅其实要高于盛平。从鬼岛决战的表现来说，三智击败了奎因，觉醒的外骨骼等一系列改造人能力，实力已经大大提升。虽然排在4号位，但赏金并不完全代表战力。三智依然是长矛团绝对的主力，海贼王的双翼之一。罗宾这次的悬赏金直接从1亿3000万飙升到9亿3000万。除了击败黑色玛利亚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外，更重要的还是随着越来越多强者开始角逐海贼王的宝座，能够解读历史正文的能力成为通往拉夫德鲁必不可少的条件。罗宾对天龙人世界的威胁程度也急剧提升。与其说罗宾的悬赏金涨得很快，倒不如说之前给他的悬赏金太低了。剩下伙伴的悬赏金则继续玩梗，乔巴赏金暴涨10倍，达到了1000贝利。弗兰奇的悬赏令照片换成了3-0号，上一次是弗兰奇将军。弗兰奇本人已经连续2次没有机会露脸了，他本人正在变得越来越神秘，就像甜点匠心之一的科里酱。在之前的 SBS 里，尾田就曾经开玩笑的画出弗兰奇在未来把自己变成了一艘船，这下算是把玩笑开到正桌里了。而乌索普作为之前胆小3人组的核心干部，这次悬赏金一口气达到了5亿贝利，实现了当年在德雷斯罗萨明哥的预言。当然，乌索普在鬼岛决战中的功绩也是很多的，他不仅吹牛自己击败了2名废六包，同时还借着大妈的霸王色好好的威风了一把。乌索普的运气正在向巴基大神靠拢。现在长矛勇的悬赏金全部公布后，看点就变成了世界各地亲友团们的反应了。在接下来的过渡剧情里，说不定就会有哦。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1058话的细节伏笔分析啦，一起期待下即将展开的最终章吧。我是作业本，下期见啦。